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豆豆小师弟，欢迎收看我的单人荒野生存第136期。好嘞，现在我已经制作好2、3把金斧头了。现在流动水蓝图还在摧毁方块、清空区域呢。那咱们现在就飞到天上，把之前没有清理干净的树木一次性把它们给铲平了。这些树叶里面还有剩下一些木头方块，所以只要清理掉1、2片树叶，然后拿出斧头对着木头砍，应该可以把整一棵直接干掉。哇塞，果然这样的清理方法才比较有效率嘛。接下来就是旁边这一棵了，不过这斧头冷却时间还有点久啊。那咱们就先等一等，来看一下这区域里面，哇塞，还有这么多树木啊！这估计要砍很久啊，而且2、3把斧头还不够用吧？不管了，咱们先把这一棵给解决了。好嘞，大部分的树木基本上被我清空掉了，然后只剩下这些零零散散的，这一些不能用斧头了，只能用剪刀把树叶都给剪掉。现在就剩下这最后一个了，清理完以后，所有树木都搞定了。OK， 流动水蓝图还在继续运行着呢。那接下来咱们再过去那边制作2、3把金铲子吧，因为这边的沙块还有些没清理干净呢，咱们要去把它给弄掉。好嘞，金铲子已经弄到手了，那就开始动工，把这些沙块全部清理干净。哇塞哇塞，这边的沙块还不少呢，这样打下来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呢。但是我现在需要收集足够多的沙块，因为我后面这个工程是需要大量的透明玻璃块，而透明玻璃块又需要大量的沙块来制作的。现在是天黑，看都看不清，做事比较不方便，咱们还是先睡一觉，第2天再做事吧。第2天天一亮，我又早早的起来做事了。看，现在又被我干掉了很多沙块，嘿嘿，这金铲子效率还是蛮高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这金铲子一铲可以打掉多少个沙块吗？好嘞，现在我所需要的区域已经全部被我清空了，剩下的沙块稍后我们再来清除掉吧。这边流动水蓝图也已经全部工作完毕了，嘿嘿，现在咱们又得到了一个超级空旷的区域了。接下来就是把这整一个大区域修建成一个大广场哦。哎呦，这边还有这么多的黑晶石啊，应该是之前这里是一个岩浆池，然后被流动水蓝图给浇灭掉了。感觉这黑晶石真的是挺硬的，连新铜镐挖它的时候也要费很长的时间。哎呦，看到没有，我没说错吧？下面真的是岩浆池哦。那先算了，先不搞它了，就拿这几个黑晶石就行了。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地形吧，怎么感觉坑坑洼洼的呀？感觉像是地下隧道一样，嘿嘿，那就下去看一下，说不定能找到好的矿物材料呢。哎，这条地下隧道好像直接通往我野人小木屋的地底下去了，那咱们就顺着走过去看看是啥情况。怎么感觉直接穿透我的野人小木屋呀？哎，原来是显示问题啊，没穿透到里面哦，没事。好吧，探索完以后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好东西啊，那咱们还是把这些蓝图还有电石块也收起来吧。收完以后，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哦。好嘞，蓝图已经收好了，又刚好碰到天黑了，还是赶紧先睡一觉吧。天亮了以后，咱们还要出一趟远门呢。第2天早上，我先来到自动熔炉这边，先把收集的沙块全部都给投进去吧，然后让它慢慢制作一些透明玻璃块。好嘞，搞定以后，我就要出一趟远门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猜猜我这一趟远门要出去干嘛呢？现在我就要坐上小船，去到我之前标记的一个坐标。那个地方有我接下来所需要的材料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猜得出那个地方有什么材料呢？